提到南京，屏幕前的您首先会想到什麼？是不是也和小白一樣，腦海裡第一時間呈現的是總統府的大門？總統府一定是來南京遊玩必去的地方。小白最近一直在南京工作，但還從未去過。今天呢，我就和大家一起參觀一下這個多次成為中國政治軍事的中樞以及重大事件的策源地的總統府。這裡是南京的地鐵大行宮站，我們到前邊從5號口出去。5號口就可以到總統府遺址。這邊的銀杏葉全都黃了。從5號口出來，就可以看到一個牌子：總統府往前100米。今天天氣非常好，萬里無雲，天特別的藍。這條街叫南京長江路，1800米，1800年。看這個小火車，路邊是有一個指引的，我們往前走就可以到總統府了。可以看到前邊拿着旗子的有很多的旅行团。南京的这个梧桐樹嘛，它修剪的这个形狀啊，跟上海是完全不同的。這邊是在幹嘛？在打卡嗎？小朋友，600多的歷史，馬上進去。剛剛路邊有這種正規的導遊，他20塊錢一個人，有一個這個機器，然後可以聽一下他的講解。那麼時長的話是大概1個小時，正好大家可以跟小白一起逛一逛。那我們現在從這邊可以進安檢。帶包的兩邊過安檢，沒帶包的全部走包照。刷了身份證，就進到總統府了。小白第一次來。這個旁邊是江蘇警察博物館。一會兒我們等一下導遊吧，一起來瀏覽參觀一下總統府。小時候就是在那個課本上看到過他那個門頭。這個是我們的講解團。這邊是總統府的導覽圖。它官方話叫總統府，其實不是，其實叫中國的最大的近代史遺址博物館啊。當然，很負責任告訴大家不要做太多的期待啊，因為這裡99%的東西都是贗品啊，都是復原的。比如說，我們現在被人摳得很了啊，叫國民黨的主要審查審計部門，叫主計處。主計處呢，很多人做小動作、做壞事的啊，都不想來到這裡。國民黨的一些24小時接待審訊犯人的地方就在這個位置，叫審計處。一會兒我們會穿過它，到我們總統府的主計處辦公樓，看一個總統府的全貌啊，這也是3D 的3維的啊，咱們很感興趣。不感興趣的是，我們總統府歷史太多了，600年，歷朝歷代都是在這裡面定都的啊。人說南京這個地方風水不太好，您都聽過啊。基本上都是什麼短命王朝，最長的也不過才12年，12年是最早的洪秀全在這裡面當皇宮所在之處，以前叫天王府。你會發現現在的一個格局像不像北京的故宮啊？中軸線左右對稱啊。有一個沙盤模型，給大家看一下啊，感受一下145年前總統府的全貌，以前是什麼樣子的啊？不是我們現在非常狼狽，以前是像不像您那個地方的啊？故宮差不多啊。當年南京引以為傲也有故宮啊，叫明故宮啊，這個位置。您現在站的位置，當年的地方，他們自己的宿舍叫兩江總督
蜀，叫這裡最早多少年？167年前，還原了，可能沒有概念。來，接下來我們上。從這邊就是主祭處入口。導遊說，越往裡邊越精彩。這個區域是總統府後來擴建的地方。在2003年，政府規劃的這塊地皮把所有两旁的建築全部疏散，小區不多1912文化街區、嘉寧製造還有我們的六朝博物館梅園新村，這是組成了我們最美的南京人引以為傲的長江路街區有興趣可以參觀，也甚至就這條路就是南京2環的長江路，其實很出片的。剛才最早你不是拍到了嗎？銀杏湖，這個银杏樹在宣武湖比較多，但我們民国的這條街也很多但是有一些這種行道樹，不知道有沒有聽過一個浪漫的故事？宋美齡喜歡嘛？人家講是蔣介石愛他的夫人宋美齡10萬株法国梧桐，其實不是。27年政府規劃的行道樹，選它這個特性法國梧桐耐洗、耐酸、耐鹼、耐腐蚀，所以這個位置從27年就作為了我們總統府的行道樹，一直绵延到中山陵的美齡宮都是這樣的了解一下。這個兩側的房子裡面都是一些展覽，近代史的一些介紹。从這個門開始就步入到總統府的區域了。這個就是總統府的門樓了。89年前的大門，從今年年初呢，這個門就關閉了，之前是可以從兩邊進入的。從前邊就可以正式的進入到總統府了。小白可以看到一個牌匾“天下為公”。不走回头路兩邊有幾幅油畫，這個是《天國風雲》，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天津。然後這邊就是兩江總督。這幅油畫裡面有張之洞、李鴻章、左宗棠、曾国藩，還有劉坤一。中華民國的臨時政府，中國第一個共和制的國家政權誕生。蔡元培、黃興、孫中山、林森、胡漢民，還有宋教仁。國府西遷，林森率國民政府倉促西遷重慶。這裡邊有孫科，還有蔣介石。另外這幅是國共和談，有董必武、周恩來、蔣介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汛源曙光。渡江戰役總前委領導進入總統府。這裡面有陳毅、劉伯承、鄧小平。整體建築的格局有點像北京故宮的這種對稱的，這是一個中軸線，相當於。旁邊這個屋子裡面是圖片史料展，人間正道是滄桑。這邊是共產黨的建立，革命洪流，土地革命，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向着新中國前進。對面呢，這個也是一個史料展，叫做紅旗插上總統府。這張照片非常的經典，非常經典的這個就是佔領總統府。
總統府的會客廳，就是旁邊這叫八字廳。请各位游客有序向前参观，代表着五湖四海，八方来客。请各位游客有序向前参观。这边就是总统府会客室。中间这个水磨石还有地板都是原来的。以前只有总统可以从这个门进入。麒麟门，总统府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明朝初年曾是归德侯府和汉王府，明朝为江寧织造署、江南總督署、兩江總督署。清朝康熙、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均以此為行宮。前面这个就是不对外開放的紫超樓。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守直松，1935年，東邊這棵是後來出現枯萎了，然後就保留了這個樹樁。西邊這棵呢長得蠻好的。這邊就是快到孫中山的起居室了。這裡就是西華廳，是孫中山和原配夫人的起居室了。徽派建築風格。左邊這個是餐廳。革命尚未成功，同時仍需努力。政績保留在台灣啊，這個方式。而旁邊一個小門是可以通往2樓，因為年代久遠，不能直接坍塌，所以沒有對我們開放。吃飯、會客都不是原木。來，接下來上下。這個是鎮園之寶。有很多的細節，你看什麼人物啊，什麼呂洞賓啊，河間姑、藍采和、鐵溝裡草溝舊，一對正好是8個。古代的道教嘛，8仙過海可以。這邊裡面還擺着床，從這邊出去就可以到旭園。那這個區域呢，就叫做旭園了。哇，這棵桂花樹夠大的，據說是62年的桂花樹。這裡面都是臨時會客、午休、辦公的地方。會時嘛。為什麼？那是空調是後來的，一想都沒有。他睡覺的時候、休息的時候，多少還注重於什麼？飲食這個。這個地方呢？這裡面都是復原的。晚上讓他去拿去。這個就是中山廣場，中間有一個像，是國父，據說是1:1還原的。
应该不是很高。拍不到之前先看一下，1.6米多高啊，这是马桶只有1.5米啊，所以不要长太高，可能会长没有啊，能说清华对不对？但是看完他的办公室是贼巴的，他每天有数万现在人少了，在旅游。这个皮鞋已经磨成这样了。刚刚跟导游走了一圈，所以小白觉得来这个总统府呢，最好还是弄个导游，能講一些之前的一些知識。要不如果乾逛的話，確實可能真的不太了解。這裡面有一個石舫，就像北京的那個頤和園，或者是蘇州的拙政園裡面，都有這麼一個。這還能走進去。這個小亭子呢，叫做望亭。從這邊走就可以走回最開始的那個地方了。最開始呢，我們就是從這邊大堂進入，然後到中堂、麒麟門，到了紫超樓，然後我們又走到了這邊。到這個孫中山的起居室，後來到了這個臨時政府他的這個辦公室，後來最後我們到了中山廣場。那麼出口呢，只有這一個出口，也就是說最開始安檢的這個附近。那麼藍色這個區域呢，都是沒有開放的。那這邊還有一些文物展，包括在這個中間的區域，人還真的挺多的。這裡是太平天國洪秀全的一個史料展覽。這現在沒有，現在這個沒有幹了。這個是天王機密室，是洪秀全批閱文書和開秘密會議的地方。哇，對面這個跟龍椅一樣的，這是他的天王寶座。後面這個是洪秀全天王的書房。哇，這個大的合影。這兩邊這個房子裡面都是一些照片。1933年的運動會售票廳，這個是運動會，代表遼寧、河北和上海。1937年上海的第9屆小學運動會，這邊展覽的都是當時的一些照片，包括社會階層、宗族、家庭和兩性關係。這邊都是晚清的富裕家庭。清末的四世同堂，看當年的上海的這些建築確實厲害啊，跟別的城市確實不一樣。
這邊是總統府的禮堂，现在两邊也是放着一些照片，中間掛着孫中山的照片。左右兩邊的牆上，那這些的照片呢是什麼照片呢？这些照片都是解放軍在總統府裡面的照片。這裡就是剛剛我們進來的那個口，那麼出去的話就從這邊往前走。出口出來之後，這邊還有一個市集。這個小火車蠻好玩的。总統府出來吃一份老鴨粉絲湯，然後這個是買的這個藕，这樣湯汁。這邊就是剛剛我們進總統府的入口。小白現在要去前邊那個大門正門那邊打個卡，因為從裡面看不到，只能看個背面。那麼以前的話都是從正門進入的。這裡有一個售票處，現場可以買票的。好，這邊就到了總統府的正門了，非常有歷史意義的地方。還有一個老外的旅行團。现在上面是5星红旗。